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方就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进行打压。到了拜登时期，搞所谓小院高墙，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变本加厉。最近，美国政府正在对华为进行秘密调查，构陷华为的手机基站，泄露了美军的导弹发射井的秘密。面对打压，中国企业自强不息。有美国媒体调查发现，自被美方纳入所谓实体清单以来，中芯国际制造技术取得长足发展，进步了整整2代。路透社日前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政府正在对华为展开调查。美方指控华为设备能截取的所谓保密信息，包括军事演习相关情况、各大军事设施的戒备状态以及进出人员情况。具体来说，美国怀疑华为手机基站设备可能被安装在美军基地甚至导弹发射井的附近。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基站可能会偷窥美军的导弹发射井等设施，并且可能会将这些信息传回中国。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可能会采取行动。美国商务部拒绝对这一消息证实或证伪。华为公司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但华为公司一直强烈否认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指控。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回复路透社的邮件中表示，美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全力打压华为和其他中国电信公司，却没有提供任何确凿证据证明他们构成安全威胁。那我们知道，自从美国提出对华为打压的这个措施以来，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提供过任何具有信服力的证据来说明华为的不管是设备也好，还是它的技术也好，程序上面是存在漏洞或者说是后门的。但是美国还是延续着对华为的打压的政策，它趋势上面应该说会是一以贯之的，未来也不会改变。分析认为，这次的秘密调查不过是美国政府企图使用行政手段拆除该国境内华为公司通信产品找新的借口。但美国政治新闻网周四发文称，美国政府想这么做其实很难，因为3年前特朗普政府就下令拆除美国电信和安全网络中的中国制造设备，但3年后这一进程仍未完成，因为使用中国设备的运营商覆盖了美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只有质优价廉的中国电信产品能使美国的小型电信商能够维持平价网络服务，增强竞争力。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7月中旬提出给农村电信运营商提供19亿美元的补贴，但是疫情失控令人力不足和设备涨价。目前这一项目的资金缺口已经超过了30.8亿美元，多达2/3的拨款申请被驳回。因此，电信商们对推进这一计划态度不积极。他们指出，强行更换设备将导致企业破产、网络中断。实际上，中国外交部此前就表示，美方政客出于一己私利，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动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方特定企业酿成的苦果，最终却要由美国的企业和民众来吞咽。这个事情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事与愿违的最后的这个结果，也取决于美国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找到能够替代华为的设备。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它必然实施的过程当中会不停的拖，所以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这样，以及它的效果还是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另一方面，尽管遭到美方的无理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水平仍在稳步提升。据彭博社报道，半导体行业观察机构 Tech Insights 周二从一个可靠消息源处证实，中芯国际正在交付使用7纳米技术制造的芯片，这远比该公司成熟的14纳米技术先进。彭博社判断，自从被美国纳入所谓实体清单之后的几年中，中芯国际的技术能力已经提升了整整2代。2020年底，特朗普无理指责中芯国际与中国军方有关系，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中芯国际纳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对其出口可用于制造10纳米及更先进芯片的设备。为了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美国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恶劣操弄，也令全球舆论和产业界跌破眼镜。在此背景下，中芯国际取得的重大技术进步，也让国际舆论再次质疑美国政府反市场经济的逆全球化行为实际上效果有限，甚至所产生的国产替代效应，还令中国企业去年吸引了全球超70%的半导体领域风险投资，促进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整体进步。值得注意的是，近日美国参议院程序性通过芯片法案，给在美国新投资建厂的半导体企业提供总额520亿美元的补贴，但开出了未来10年内禁止其在中国大陆新建或扩建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工厂的条件。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先进制程指的是14纳米及更小芯片，但多家跨国企业表示不愿意离开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
我们确实也看到，在中国这样的这个不管是政策也好，各方面努力的就是加大科研的这个力度也好，我们也是在一些领域是取得了应该说是很好的一个进展。因此，尽管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道路，那当然是非常的艰难，而且是非常的漫长。但是我想，中国人中国从来不是一个会屈服于外在压力的国家。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不断以小院高墙模式加强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觉得市场手段不够，就拿所谓人权价值观来凑。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滥用制裁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但会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造成负面影响，也会给美国自身带来不小损失。纽约时报近日就警告称，广泛的出口管制可能会对全球商业造成严重破坏，还会促使中国对供应给美国等的一些关键产品实施限制。从长远来看，管制措施的广泛使用可能会促使外国客户寻找其他供应来源，从而削弱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和市场主导地位。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丁·乔森帕警告，许多与中国有着深厚贸易关系的国家可能会抵制美国对中国实施广泛出口管制的努力。事实上，在美方极力拉拢韩国进入所谓芯片四方联盟的情况下，韩国总统尹锡悦就下令该国外交部门向中方做好解释工作。他表示，经济外交是韩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尹锡悦要求，若已产生误解，外交官应积极向中方消除有关误解。人民日报海外版评论指出，美国对别国搞技术封锁、技术脱钩，只会让其他国家更加警醒，也将促使各国加快实现科技自主、自立、自强。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知道技术的更新换代是非常快的，那美国如果你要一直是实行所谓有效的这个出口管制是有难度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还要取决于你的盟友是不是能够一直和你采取非常协同一致的出口管制的政策，它还会失去中国的市场份额，因为失去市场份额而失去的研发的收入，那么也会最终会伤害到它自己的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网络所副研究员周宁南。周先生你好。美政府近日声称，华为设备距离美军导弹发射井太近，正对该公司进行调查。那美方多次炒作华为在监视美国用户，安的是什么心呢？在此之前呢，美国也经常炒作说华为的电信设备，这个可以去窃取美国的用户数据。但是包括这次的报道，这美国的一系列报道呢，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比如说在之前，美国早就对华为的安全风险就提出华为具有这种安全风险。在这个时候呢，欧洲就已经发布了一些关于电信设备的安全风险的标准，比如说5G 安全工具箱。那这些安全标准在国际上都是可以说是具有最高的安全水平的。那么包括华为在内的一些中国电信企业都通过了这些安全标准。所以说美国说华为的电信设备对它的国家安全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应该说这不是事实。那么实际上它这是7月21日的报道，在7月22号呢，就有很多媒体请了一些专家来分析，他们认为尤其是对于美国空军基地这种单位来说，那么他们在附近部署中国的电信设备肯定已经经过了严格的安全审查。那所以说呢，这个美国这么继续的炒作呢，它的用心呢，应该说还是打压中国的电信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比如说今年的1月，英国的前商务大臣就说，英国对华为电信设备具有这种国家风险上的担忧，那完全不是因为华为电信设备本身具有一些安全缺陷，而是出于美国的施压。近年来，美国发起与中国的科技战，大搞对华技术脱钩。为什么说搞技术恐怖主义，美国最终会堵死自己的路？我觉得第一点来说呢，美国搞这种科技脱钩，它不符合全球各国的利益。现在呢，全球各国都在加快数字化转型。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各国在联合国的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上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要维护数字供应链的稳定。那么维护数字供应链的稳定，应该说是全球各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
利益所系。其中中国是这个数字产品的主要的出口国之一。那么美国对中国进行各种科技方面的打压脱钩，那么不单会影响中国的数字供应链稳定，也会影响全球的数字供应链稳定。所以美国这么做呢，应该说是不符合全球的利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美国这么做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就自从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进行比如说芯片断供啊这方面这些制裁以来呢，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比如说波士顿咨询公司，比如说欧亚集团，他们的这些战略研究人员都认为，美国对中国进行这种科技制裁会缩小美国公司自己的利润，也就妨碍美国自己的科技发展。那么所以说美国这么做呢，应该说是损人不利己的。面对美方在科技上的频频制裁，中方又该如何应对呢？我想中国应该从2方面来应对。第一方面是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二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为中国的这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下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那么在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说，还是要加强这种引领性、原创性的科技攻关，来突破一些卡脖子的问题。那么由谁来做这些工作呢？应该是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来做这些事情。那怎么来做这些事情呢？那就是要完善国家的科技基础创新制度。那么在健全这种完善优化国际环境方面呢，应该说中国的大科技装备呢，比如说贵州的天眼，还有空间站都可以完成这样一些使命。好，谢谢周宁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期，美国多路政客频频在台海议题上做文章。先是前防长埃斯珀窜访台湾，公然叫嚣美国一中政策已经过时。紧接着又传出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计划8月窜访台湾。今年的美国阿斯彭战略安全论坛上，台湾议题依然是焦点议题之一。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则驳斥埃斯珀的说法，重申美方将继续遵循一中政策。I believe that the One China policy has run its course. 美国前防长埃斯珀刚刚结束窜访台湾，就赶来阿斯彭论坛散布涉台谬论。他鼓吹美国政府应放弃所谓战略模糊政策，甚至叫嚣美国未来需在对华问题上做出艰难选择。He said three times that we would come to the defense, and I don't understand why, but then the White House walked it back 3 times. I think President Biden's spot on. 值得注意的是，埃斯珀在台湾期间与蔡英文等见面，煽动台当局增加防卫预算至 GDP 的 3.2%， 以增强所谓不对称作战能力，还要求台湾不论男女全民皆兵。传统上来看，美国这些一些卸任的高官，那么他们有不少还仍然活跃在这样一个涉台的这样一个事务之中。它发挥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经常被台湾当局受到他们的这样一个重金的一个邀请啊，或者说是一些相互利益的这样一种输送，那么换取他们与台湾方面进行一些相互唱和的一些这种所谓的挺台的一些表态，那么以此来去帮助这些政策背后的美国的军工利益复合体从中去拿到更多的一个好处和收益。对于埃斯珀在阿斯彭论坛散布的涉台谬论，出席同场活动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1个小时后就予以驳斥。So the president said in Japan that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that we maintain a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we do. But somehow that ambiguity, that creative tension within the policy has allowed us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for multiple decades across multiple administrations. 值得警惕的是，沙利文虽然重申美国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不希望将事态升级到新冷战，但他同时也声称，拜登政府将继续售台武器，继续保持所谓战略模糊。This is not just tru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t's true in many different realms of human life. That I wouldn't call it incoherence, but I would say ambiguity has to be a feature of strategy.In certain contexts, particularly very complex concepts, and yes, I will stand to defend that idea.
conceptually. 美国自己也非常清楚，它并没有真正的任何的这种法理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那么另外一方面，随着特别是两岸之间力量对比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变化，包括中美之间力量的一个，我们看到现在出现的一个新的一个态势。那么中美将长期进入到一个博弈期，在这样一个阶段，我并不认为美方会在台海问题上，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一种所谓的万全的准备和一个充足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储备，可以有这种所谓的摊牌的一个做法。在此次阿斯彭论坛上，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强调，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中方重视拜登总统4不一无意的表态和美方对中方做出的严肃承诺，希望美方言行一致。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to have a conflict with China on Taiwan. So, no conflict and no war is the biggest consensu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近来，像在台海议题上闹出最大动静的，当属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在4月战略阳性赴台未果后，又对媒体放风称要于8月初窜访台湾。周四，佩洛西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首次就此事回应，但并未正面证实或否认。I don't ever discuss my travel plans. It's a security issue. 而当被问到怎么看待美军方认为现在赴台不是个好主意时，佩洛西表示，军方或许是担忧飞机会被击落之类的，但自己并不知情。他还强调否认支持台独。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show support for Taiwan. I also think that none of us has ever said we're for independence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中方对佩洛西计划窜访台湾一事表示强烈反对，国台办形容这是玩火行径。实际上，拜登本人表态称，佩洛西此时去台湾，军方认为不是一个好主意，担心引发严重后果。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向佩洛西办公室发去了风险提示。五角大楼匿名人士表示，美国军方高层担心佩洛西出行的话，将按惯例乘坐军方飞机，这或被解放军认为是一次军事行动。有分析认为，从一开始透过媒体释放消息，但自己既不承认又不否认，佩洛西的一系列操作主要还是出于自身的政治盘算，其中最紧迫的就是应付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当前，拜登支持率跌至谷底，民众怨声载道，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选情并不乐观。作为同党的大佬，佩洛西想为民主党助攻，但这种玩火行径必将令拜登政府难以收拾残局。个人的政治的经验和资历是相当丰厚的，那么这也就造就了他在某些问题上的一些相对而言比较偏执或者说比较盲目自信的这样一种立场。佩洛西虽然他已经在自己这样一个政治生涯的一个暮年，但是他仍然是雄心勃勃，仍然宣布了自己接下来要去中期选举中一个竞选连任的这样一个计划。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前防长埃斯珀声称，一中政策已经过时，美国政府应该放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称，美方将继续保持战略模糊，修正了拜登总统先后3次说过的保卫台湾的说法。那对此您怎么看？确实，一个是特朗普总统时期的防长，一个是现任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两个人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争得面红耳赤。它说明在是否要放弃模糊化的台海战略上，美国国内面临的分歧正在逐步加深，沪杠已经走向了白热化。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埃斯珀与沙利文争执的焦点都集中在了是否要放弃模糊化的台海战略上，但其实他们俩争执的并不是一回事儿。两个人实际上是在关公战秦琼，形同鸡同鸭讲。沙利文所说的是军事上模糊化的台海战略，也就是是否要亮明军事协防台湾的态度，而埃斯珀讲的这是政治上的模糊化台海战略，也就是是否要放弃美国版的一中政策。这种现象也就提醒我们，近年来美国的台湾政策实际上出现了一个一般人不易察觉的变化，也就是美国模糊化的台海战略正在从军事层面扩展到政治层面，或者说眼下美国模糊化的台海战略其实有2个，一个是军事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
那您认为美国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模糊化的台海战略？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从中美建交之后到21世纪头10年，也就是大概3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模糊化的台海战略只有一个，也就是仅限于军事上的，对是否要军事协防台湾不置可否，保持模糊态度。但是由于美国不仅承认一个中国，而且事实上已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且把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抬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美国在政治层面上事实上没有模糊化的台海战略，他们所承认的一中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最近10年来，由于中美关系、台海局势以及中美两国国内政治情势的发展变化，美国的台海战略出现了2大潜移默化而又影响深远的变化。其一是，在军事层面，虽然美国官方在正式场合中仍然声称奉行模糊化的台海战略，对是否军事介入台海局势持模糊态度，但是由于拜登政府积极布局美英澳军事同盟，构建印太战略，以及强化美日、美澳、美韩同盟，来应对未来有可能要发生的台海战争，美国军事上模糊化的台海战略已经在事实上走向了清晰化，或者说虽然在口头上仍然奉行模糊化的台海战略，但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在奉行清晰化的台海战略，这是一大变化。其二是在政治上，原来相对清晰的台海战略，也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这开始变得逐渐模糊化了，也就是对于岛内现政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谁才代表中国，开始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其典型表现就是，不仅开始反复强调美国版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版的一中原则的不同，而且开始抬高台湾关系法与对台6项保证的法律地位，甚至是把它抬到了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的前面。那您认为美国现行的在军事和政治层面2个不同的模糊化台海战略，会对未来的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冲击呢？我注意到最近这些年来，无论是美国国内的挺台鹰派，还是日本国内的右翼政客，他们都在反复呼吁的都是美国要放弃军事层面模糊化的台海战略，也就是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含含糊糊，要明确亮明军事介入台海局势的态度。他们自以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中国大陆武统台湾。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大陆观众关心与关注的也是美国是否会放弃军事层面的模糊化台海战略，而忽略了政治层面模糊化的台海战略。而在我看来，美国在政治层面推行模糊化的台海战略，其危害性要远远大于军事层面放弃模糊化的台海战略。因为从本质上面来说，在台海局势上，军事只是政治的延伸。正是因为政治层面出现了大问题，比如台湾宣布独立了，才会导致两岸走向战争。而美国在一个中国问题上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不仅是对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的功能背叛，是对中国大陆的严重挑衅，而且是在暗中鼓励与纵容2个中国，从而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最近两岸在军事上剑拔弩张，都是因为美国企图模糊化一个中国原则，不断派出不同层级的官员与国会议员到访台湾而引起的。这就是在政治上奉行模糊化的台海战略，导致台海局势不稳定的典型表现。相反，假如美国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奉行清晰战略，台独势力就不敢蠢蠢欲动，两岸就不至于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根据台军方发布的消息，一艘解放军侦察船周五清晨出现在花莲外海。有岛内媒体炒作称，近半年来解放军的侦察船都没有出现，恰好在台军汉光38号演习前就出现了。实际上，解放军舰机例行巡航已经常态化。
此外，汉光演习在即，逢汉光必出意外的魔咒再次发生。台军在保养坦克时就再出意外，2名官兵受伤。实际上，解放军侦察舰的消息最早是由日本防卫省发布。周四，日方称一艘中国海军的情报收集船穿过与那国岛和台湾岛之间的海域进入太平洋。海军方其后发布消息称，周五凌晨4时左右，雷达监测到一艘解放军侦察船出现在花莲丰滨外海约44海里处，由北向东南方移动。台军方认为与日方通报是同一艘。据悉，这艘船舷号795，是815A 型电子侦察船，它是太平洋方向的常客。每当美国航母出现在中国周边时，都能在美方舰队附近看到795的身影。但有台媒炒作称，795这次是针对台军汉光38号演习而来。下周1到周5，该演习将进入实战阶段。岛内有消息指出，蔡英文将于周2登舰出海，而台海军本周3刚刚举行了海上联合截击作战操演预检，为下周蔡英文登舰试导汉光38号做准备。而周4，日方就传出795出海的消息。实际上，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解放军曾多次回应。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此前表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据悉，将于下周1开始的台军汉光38号实兵演习，包括战力防护、制空、制海、反登陆等科目。除了台海军在东部苏澳集结海军、海巡舰队实施海上操演外，后备部队战力演练也将是重点。岛内舆论高度关注的是，台军这次将模拟解放军突袭台北港。台军方人士称，台北港淡水河口是防御所谓政经中枢的重要据点。此次演习将模拟台北港被解放军武装直升机、战斗轰炸机攻击，并进行联合反击作战。据岛内军事专家分析，若解放军控制淡水河，就可以通过台北港将相关军事装备运上陆地，进而向台北发起攻击。从淡水河口至关渡大桥仅约8公里，至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地点等地距离也相当近。台防务安全研究院认为，解放军立体登陆能力近年来大幅提升，尤其是直升机部队的垂直登陆能力，因此发动闪电式突袭不无可能。如果夺取了台北港，那以现在的数据来讲，可以大量的把战甲车辆、火炮、重兵力就快速上岸，当然它就可以快速的直驱台北市区。对于目前台军方以台北市区为重要的中枢这个价值来看，确实它的威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岛内观察人士指出，这次演习仍是台军反斩首演习的一部分，但重点已经从之前的滨海决胜、滩岸歼敌变成了阵地内作战，这显示台军自认为无力抵抗。还有岛内军事消息人士声称，这次汉光38号演习应美方要求加入了模拟俄乌冲突起事的内容。实际上，这都是民进党配合外部势力进行以武谋独的政治操弄。然而，这样高度剧本化的演习，与其说是军事演习，倒不如说是表演，无助实际问题的解决。台军内部对此心知肚明。日本政府周五发布2022年防卫白皮书，其中大量内容指责抹黑中国国防政策、正常军力发展和正当海洋活动，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并再次就台湾问题说三道四。此外，还以军事威胁升级为由，寻求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表示，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日方立即停止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为自身强军扩武寻找借口的错误做法。日本政府周五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防卫大臣岸信夫提交的2022年防卫白皮书。岸信夫在卷首语中妄称，中国大陆正在东海、南海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针对台湾摆出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姿态。深圳卫视注意到，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日本安全保障方面上的严重关切对象，沿用了强烈的安全担忧这一传统表述，还强调这种趋势近年来变得更加强烈。此外，白皮书还试图将所谓中俄威胁进行捆绑渲染，详细介绍了中俄军事合作，包括今年5月两国轰炸机曾在日本附近空域飞行，并称必须密切关注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合作，认为这会导致日本周边地区的军事平衡出现变化。但观察指出，
日本政府不断加码对俄制裁，令日俄关系严重恶化，才是问题的根源。对比去年和今年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和它的一个政策的基调，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它的总体基调依然是十分负面和消极的。那么至于具体内容的一个变化，比较明显的主要有2处。那么第一是这次花比较大的篇幅来涉及中俄的军事合作，试图通过将中俄进行绑定，来渲染日本的安全环境在恶化，并且加大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牵制。那么第2个变化就是增加了涉台问题的篇幅。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涉台内容多达10页，比去年翻了1倍。继去年首次提及所谓台湾稳定后，新版白皮书还提到了美国对台军售及美军舰多次穿过台湾海峡等。日方声称，台海局势稳定对日安保至关重要，将持续予以关注。日本国内总体上对台湾是不愿意看到这个中国两岸统一的。那么由于台湾和冲绳的一些离岛距离比较临近，那么日本炮制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一荒唐的论调，所以利用台海危机，事实上是可以达到煽动日本国内民众的这么一个危机意识，进而为推动这些国内政治议程来创造条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五强调，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指责抹黑中国国防政策、正常军力发展和正当海洋活动，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他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国防建设旨在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正当合理，无可非议。中国同有关国家开展联合巡航等军事合作，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钓鱼岛海域开展海洋活动，是正当行使主权权利。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同一天也发表声明，敦促日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和迄今所作承诺，切实谨言慎行，停止挑衅滋事。观察指出，新版防卫白皮书之所以加大对台湾问题的炒作力度，以及抹黑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是因为日本政府希望向国民渲染国家安全受到了所谓威胁，进而突破和平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最终达到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的目的。在安倍遇刺记者会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做出了继承一致、加速推进修宪的表态。但美国《纽约时报》发文指出，日本政府不该将修宪的一致变为现实，因为修宪所引向的军事化方向将成为日本政府难以应对的难题。文章指出，取消宪法第9条的保障措施，让日本重新军事化，只会进一步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并有可能引发军备竞赛，这可能会给日本和东亚地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与此相反，重申对和平的承诺，会把国内的资源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并在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和平的基础上，为改善日本与邻国的关系打开大门。如果这些计划能够成为现实，意味着战后70多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向。那么不仅它的这个专守防卫的这么一个基本方针，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那么和平宪法也会被进一步的架空，进而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因此，日本的这种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受到外界的广泛的担忧。韩国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也反应强烈。韩国外交部周五表示，严正抗议日本政府今年又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主张独岛是日本领土，并敦促日方立即撤回这一无理主张。韩联社指出，这已经是日本连续18年在白皮书中主张独岛主权，反映出当前日本外交存在很大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与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这4个邻国的关系现在同时陷入了一个非常僵冷和紧张的局面。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日本的这种外交和安全政策实际上是在加深他们自身面临的这么一个安全的困境，那么也导致他们的战略回旋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那么岸田政府恐怕需要从日本的长远利益出发，重新审视日本的对外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不再是白色，而是灰色基调上充斥着红色圆球以及爆炸符号，以及令人联想到海洋的深灰色曲线的设计。
爆炸射线还穿透了防卫白书4个书名大字，更加强化威胁论色彩。有日本评论称，这样的设计凸显了前所未有的强兵色彩，为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做宣传。根据岸田的说法，日本政府同意按照北约规定，将防卫费开支从目前的 GDP 占比 1% 翻倍至 2%， 这让日本军费从目前的位列全球第9一跃成为全球军费第3高的国家。那么防卫白皮书就它的性质而言，主要是起到一个对外政策宣示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它并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么通过这份文件，日本政府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去影响和引导民意，那么也有对外放风的进行试探的这么一个意图。那么日本现在它国家财政十分严峻，那么不少日本民众都希望政府将财政开支优先用于振兴经济和改善民生，而不是用来发展军事力量。所以未来不管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日本政府的有关强击军的举措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多方面的牵制和反弹。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军事领域与美西方的合作与勾连也愈加频密。日本自卫队在吉布提拥有永久基地，日本防卫省也正在有效地向战区的乌克兰军队提供后勤物资。英军计划向澳大利亚珀斯港派驻一支核潜艇舰队，有一枚声称此举是对中国发出警告，但舆论质疑中国潜艇技术远比英国先进，轮不到英国来警告。但美英澳 AUKUS 破坏核不扩散协议，向无核国家输出核潜艇技术和能力，值得警惕。域内多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根据英国《每日邮报》周五报道，英国国防参谋长托尼·拉达金下周将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海军大会上，就派遣核潜艇舰队的问题与澳大利亚达成协议。英国国防部拒绝透露潜艇数量，也拒绝就此事发表任何评论。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称，驻扎地点是珀斯港，驻扎期限至2040年。根据公开资料，英国现已有3种型号的核潜艇，包括前卫级战略核潜艇、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以及更老旧的特拉法尔加级攻击型核潜艇。其中4艘前卫级是英国唯一的战略核力量，因此不可能外派。而特拉法尔加级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物，已经接近退役，也不太可能前来印太。我个人研判呢，英国最有可能向澳大利亚派遣的是这个机敏级的攻击性核潜艇。此前呢，英国高调宣称已经在印太地区长期部署水面舰艇，但由于这个实际只部署了2艘巡洋舰，外界一般都认为它是这个只具备象征性的意义。考虑到英国目前仅现已有4艘的这个机敏级攻击性核潜艇，未来向澳大利亚派遣部署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英国《每日邮报》在报道中认为，英军将核潜艇长期部署到澳大利亚，包括派往南海巡航，是英国迄今对中国采取的最强硬举措。该报指出，中国潜艇技术、数量和火力都比英国更强，因此英国国内有人质疑英军部署的作用。是美英澳不顾国际社会的疑虑和批评，一意孤行推动3国核潜艇合作的又一次危险的尝试。它带有非常明显的冷战色彩，其根本目的是服务军事集团和阵营对抗。2021年9月15号，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3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3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核心是美英向澳大利亚输出核潜艇，以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据报道，美英将协助澳方建造出至少8艘核潜艇。为此，澳大利亚政府还毁约，取消了与法国签署的超过500亿美元的常规潜艇合约，令2国外交关系一度陷入冰点。事实上 ，AUKUS 一成立就遭到澳大利亚邻国的激烈反对。新西兰、印尼和马来西亚政府都表示拒绝澳大利亚潜艇进入他们的水域。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警告说，协议可能导致该地区的核军备竞赛。印尼要求澳大利亚尊重国际法。中国外交部也多次指出，澳大利亚部署核潜艇的行为损害地区安全，威胁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在澳大利亚海军潜艇部队服役的澳参议院无党派议员雷克斯·帕特里克也认为，这让澳大利亚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周四，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与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发布《危险的合谋：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核扩散风险研究报告》，就指出了 AUKUS 的最大风险所在。报告指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将开启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核武器及核材料的危险先例，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径。报告指出，AUKUS 企图转移的核材料规模很大，
可达 1.2 至2吨武器级高浓油，足以制造近100枚核武器，开创危险先例。武器级核材料是核武器的源头、物质基础和根本前提。历史上，许多具有核野心的国家企图发展核武器时，都受限于武器级核材料生产技术和能力，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武器级核材料。特别是这个核潜艇还具备这个机动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个澳大利亚依附美英强化军事集团能力，将对这个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核平衡乃至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都将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美国媒体此前曝光，美国的核潜艇生产厂商的制造周期已经排满到近20年后，也没有多余的船台为澳大利亚制造潜艇。根据 AUKUS 披露的计划，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将由美英提供技术支持，暗示将由澳大利亚企业自己生产。但业界并不看好澳大利亚核潜艇的前景。美国《纽约时报》去年的报道就曾指出，澳大利亚的潜艇工业仍需现代化努力，在过去10年遭遇多次意外，半途而废。前总理莫里森放弃了由法国设计柴油动力潜艇的计划，而在他之前，澳方还放弃了一项由日本设计潜艇的协议。澳大利亚人报曾发文讽刺道，没有一位健在的澳大利亚总理正式委托建造的潜艇真正造成过。澳大利亚目前缺乏生产潜艇的经验，生产线、工人培训、材料和装备制造都是一张白纸。冷启动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智库机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称，即使在英美的支持下，澳大利亚仍需花费至少20年的时间和数百亿沉没成本才能拥有核军事能力。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延期等因素，总花费将达到171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7739亿，约占澳大利亚 GDP 的1/10。由土耳其斡旋协调近2个月后，俄乌就开放黑海运粮通道的谈判终于取得进展。当地时间周五下午，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分别与联合国土耳其官员签署协议，重新开放乌克兰黑海港口，为解决俄乌粮食经黑海港口运出铺平道路。那么在此之前，联合国与俄罗斯签署协议，确保俄罗斯生产的化肥等农资产品可以正常出口。当地时间周五，乌克兰粮食安全运输倡议签字仪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该协议将对驶离和抵达黑海港口的船只进行联合控制，并建立一种机制来确保转运航线的安全。同时，将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一个运输协调中心，工作人员将是来自联合国、土耳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官员。值得指出的是，这次签署的并非此前预告的4方协议，而是2份俄乌双方分别与联合国与土耳其政府代表签署的3方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文件签署仪式中肯定，这是为了全世界达成的协议，有助稳定全球粮食价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希望协议的签署能够成为俄乌冲突的一个新的转折点，重新燃起各方对和平的希望。在周五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称，对俄乌双方签署相关协议表示欢迎，希望相关方保持对话谈判势头，为尽快结束冲突、早日实现和平积累条件。这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应当继续支持俄乌对话谈判进程，争取谈出更多积极成果。据报道，协议有效期为120天，但联合国希望能持续到俄乌冲突结束。协议将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尤日内3个乌方控制的港口纳入俄乌农产品黑海走廊，除了获得许可证之外的船舶都被禁止入港。根据土方此前透露的谈判细节，土耳其将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检查乌方船只，以消除俄罗斯对武器走私的担忧。乌方表示，由于技术原因，还需要10天来启动粮食出口。乌克兰2021年的粮食出口量为5125万吨，收入125亿美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表示，新签署的协议完全符合乌克兰利益，预计乌克兰将能够出口约2000万吨去年收获的谷物。由于国际粮食价格上涨，预计这将给乌克兰带来100亿美元的收入。统计显示，俄乌冲突之前，乌克兰通过黑海港口每月出口粮食约700万吨，但现在几乎降至0。乌方表示有信心将出口提升至每月150万吨。冲突以来，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商业港口附近海域布设水雷，危害航道安全。深圳卫视注意到，俄方在进行多日的扫雷行动后，6月30号，一艘装载7000吨粮食的商船支贝克霍利号从俄方控制的贝尔江斯克港起航，送往友好国家，为俄乌冲突令黑海沿岸港口关闭以来的首次。此后，黑海沿岸的一些港口陆续恢复运作。
但乌方认为航道仍不安全，并指责俄方偷窃粮食，要求土耳其政府扣押之贝克获利好。土方则表示，这艘船的船籍国是哈萨克斯坦，拒绝扣押。俄外长拉夫罗夫否认偷窃粮食。有当地媒体表示，由于乌克兰的仓储能力不足，假如收获的粮食不及时运出去，将有大量粮食因变质而无法销售。土耳其早在5月底就牵头斡旋俄乌两国展开粮食出口相关谈判。路透社认为，土耳其控制黑海的出海口在地区的影响力较大。虽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但相对俄乌双方来说都较为中立，因此联合国也大力支持土方协调工作。观察指出，黑海粮食出口协议的签署是多赢的结果，但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依然长路漫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当天则表示，现在没有理由恢复与俄罗斯的谈判。他强调，战事必须以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而结束。